在下面目前好，大家快看，韩国选手竟在擂台上失控，直接在裁判的眼皮子底下将咱们中国选手的胳膊给扭断。就是因为在赛前两人发生口角冲突，所以韩国选手就以此报复。咱们中国选手在擂台上被掰断胳膊后也是痛苦不堪。不过韩国选手还不知道，这次他摊上大事了。这个被他掰断胳膊的小伙，正是咱们中华虎杨建平的同门师弟阎锡波。台下的杨建平也是直接冲了上来，要和对手较量一下，为师弟报仇。但是韩国选手不但没有一点愧疚的意思，反而还恶意推搡，当场就和杨建平在擂台上立下了战书。为了让更多中国拳迷看到中华虎杨建平这场精彩的比赛，还希望屏幕前的各位兄弟能长按点赞3秒。小编在这里祝大家早日赚到100万。那么比赛现在也是正式开始。红色方是咱们的中国选手杨建平，蓝色方是韩国选手金立硕。两人在擂台上也是带着火气上场，直接在内围开始了暴力火拼，根本不打算给对方留一点适应的机会。但是韩国选手实力也确实不一般，两人刚开局就让比赛的节奏来到最快，直接进入了白热化状态。的一个左眼有点闭上啊，因为有点被打到眼睛，带到地面，杨建平在上位，对，在上位哦。那在下位的这个金立硕，用一个 cross guard， 封闭式的防守，把这个杨建平紧紧的锁住。那这时候杨建平可以做一些 GMP， 一个手肘的打击。这时候不要客气啊，手肘太厉害了。这个金立硕锁住杨建平的一条胳膊，使他这个无法采用其他动作，所以现在还没有好的机会。哦，当心三角锁，对，三角锁，当心三角锁，当心小心他的三角锁。对，已经有点成型了。他可以做一些虾形，转一个角度就会三角脚就会成型了。那杨建平呢，尝试站起来。这时候相当的凶险，担心三角锁。三角脚，小心要当心，不要让他扣住。哎呦，进来了，差一点。那这个在下位的金立硕，只要做一些虾形，把角度做一个变换，就有可能锁到这个杨建平的颈部。现在有一点锁到。看得出来，此时的杨建平已经完全暴怒，在地面和金立硕简单的对峙之后，直接找到机会迅速脱身，用尽全身力气将韩国选手给直接拎了起来。随后也是脑袋朝下狠狠地往下猛砸，差点就将金立硕脖子都给扭断。瞬间韩国选手的气势直接烟消云散，一时间直接吓得他不敢起身，只能躺在地上做起闺房的姿态。因为他知道，如果这时候起身，杨建平肯定会用更猛烈的组合连击将他给他的嗷嗷叫。好，及时站起来，动作非常的快。双方回到了这个原点。对，这一场就漂亮多了。当然，双方已经进行了一下力量的较量，双方对地面的情况有所了解。对，力技上也有发挥，在地板上呢也非常的激烈，相当精彩的比赛。好 ，overhand right， 这个杨建平的企图心相当的强烈。因为赛前我跟他讲不能像上次 UFC 这样太保守了。对。这次打得一开始就打得非常积极，又扫倒。这个杨建平以前能够直接把对方扫飞掉。对，拳跟腿都已经够重了啊。那刚刚金立硕也在下位利用他的优势做一个尝试做一个三角脚。那我认为，这韩国选手能够将杨建平师弟的胳膊被掰断，自然能证明他在地面有多不好惹。就算杨建平已经将自己的毕生所学都给施展出来，摔到地面，韩国选手也能第一时间挣脱起身。这对于杨建平来说，可真是有点难对付。因为杨建平在站立的情况下，确实没办法将局面控制，目前也只能拉扯后撤，和对手保持安全距离。是并不好打。对，在Tiger受了训练了，应该相当的扎实。目前这个杨建平除了在东方荣誉之外，他也到这个泰国很著名的一个 MMA 的一个拳馆泰国这边受训。Valentina 也在那边受训。但从这个准备来说的话，这个金立硕他可能准备的东西比较少。那金立硕对杨建平会非常熟悉。是。杨建平赛前还跑过来问我说，金立硕在之前在台湾的打法，我大概有跟他讲了一些。好，这个不推到，好，但是位置并不差。金立硕不慌不乱，在下位做防守。那这个杨建平会不会？
佩萨目前还没找到一个适当的机会，因为金立硕的双脚啊一直挥动。好，第一回合。好，第一回合。现在比赛来到第二回合，擅长地面摔跤技术的杨建平，在这回合开局竟然主动在站立上去进行压制对手，拿到有效进攻点数后，杨建平也迅速拉扯，选择和对手保持安全距离，丝毫不打算给对手任何反扑的机会。不过两人在赛前已经结下了不小的恩怨，韩国选手还说要在这场比赛掰断杨建平的大腿。从目前局势来看，韩国选手根本就是在做梦，就算他的站立技术再厉害，杨建平也没打算给他施展的机会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哎，又侧踹，第三个侧踹。那看起来这个杨建平是要用力技解决金立硕。力技呢打倒金立硕不容易，但是能够一下对滑倒了，哎，这也手筋。金立硕感觉有点累了，这个低扫蛮重的。前脚的腿法是金立硕的一个缺点，正常对，所以被抓了一个银旗。因为他前脚的低级不具威胁性，所以杨建平可以再抓这一点。踢踏他实际上对腿没有太多的防守，是，不像有些人会接腿摔啊，或者说之类的做动作。对他没有这个抬腿预踢啊，没有做一个接腿。这个对头的防守也不太好。对，因为站立的话，甚至杨建平是可以站着再发挥一下，但是总觉得不够过瘾。如果能给他用这场比赛在当时可以说是轰动整个搏击界，因为这场比赛不仅仅关乎杨建平的胜利与失败，更是直接关乎中国搏击和韩国搏击实力的差距。为了这场比赛，杨建平圈内的亲朋好友都纷纷赶来现场为他加油助威。韩国选手在以往的比赛中都会使出一些令人作呕的小动作，所以杨建平一定要小心谨慎，说不准韩国选手就会在这场比赛中再次耍小动作来偷袭。因为金立硕的脚是非常黏的，他要找机会一直往上爬。开始击打，好，站起来了，杨建平又想这个把金立硕抓起来摔，他应该用这个上击打他，哎呀，这个低扫跟得相当快，但是金立硕的报价放得太快，非常准。但是这个好像一直没有找到机会，他这个封闭式防守还是挺好的，挺好的，对，一下去就夹住了。那夹住之后就是两人在地面的缠斗浪费了大量体力，杨建平也知道这样纠缠下去不是办法，所以也主动起身放弃了这次地面机会，来到站立的情况下，韩国选手则是一直在找机会想要进入杨建平的内围，这也让本来在站立就拿不到优势的杨建平难上加难。这不要做降服了，直接打啊！因为你 take down 是可以的，那 take down 完就直接打。这个做手法，再度被抓到了。好，这个打得不错。杨建平也跟他做一个走法的对抗。第二回合剩下1分半。杨建平双方体能的考验比较大。是。这场相当的精彩。开始控拳。拳法没有问题，摔法也没有问题，对，这个怎么降服他的问题，因为他太耐打了。再到地面呢，他防守非常的好。剩57秒。好，你说 overhand 这种可以拼走，放过了，可以拼走。对，他膝状态的时候可以用上面走步的。这一次因为这个杨建平的拳腿发挥的不错，所以他保持这个距离，差一点。现在比赛来到第3回合，前面2个回合2位选手打得难舍难分，局面上更是十分的焦灼。但是韩国选手毕竟是站立型选手，所以体能消耗的并不是很严重，反而杨建平在地面施展了太多的动作，体能消耗十分的快，在第3回合开局就直接被对手在站立上进行压制。不过杨建平也咬紧牙关，在关键时刻始终不肯让步。
但是这个不用太着急。对，开档，对，可以，被踢出来了。经理说实在防守非常好。在下位把你踢出来之后，要吃了，再来。我贴档的点啊，这个好，好，到侧位，哎呀，这个侧位上太会转了，这个经理说在。此时场上的时间1分1秒过去，韩国选手琢磨着双方点数差距并不算大，所以干脆在地面上直接开始了磨洋工，一边躺在地上做着闺房，一边用眼神不断地对杨建平进行嘲讽。不过杨建平也很无奈，因为这时候如果茫然进入地面，自己的体能很可能就无法支撑他坚持下去。会做这个圆形的晃动，我觉得这个建平也不用太着急，其实恢复一下体力。好，要叫他哥，我不跟你玩地面了，我要玩正力了，叫他起来。但这时候可以稍微稳一下，调整一下体力。再去抓太多次了这是杨建平的技术真的非常的好，但是怎么能够压住他，然后开始打击，打他头部。这次呢，侧过来，侧过位，侧过位来，要把位置侧过来。这就看看杨建平怎么发挥智慧啊！毕竟已经把他贴到这么多次了，你就爬不过去，你看还是爬不过去，又被他踢开了，攻破角落了。还有最后20秒，最后20秒，杨建平这边体力不太够的样子。好，这个是对的，丁义硕是按住爬起来，头，还有最后20秒。杨建平没力了，没办法做任何动作。小心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动作会被裁判动作，要有防守的动作，因为裁判不知道你有没有被打昏。好，最终比赛也是终于结束了。杨建平在点数方面也是有着一点微弱的优势，所以裁判在关怀的情况下，最终宣布杨建平成功的赢下了这场比赛。那么你喜欢杨建平这位选手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